在联盟打入阿尔法3基地时，幸运监控人所持的神秘设备帮助联盟无阻碍地进入了各个地点，这使得他的举动对于联盟而言充满了可疑和未知。作为先头部队进入基地的唯一幸存者，联盟有必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便于得知盲区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拥有可以破开闸门的设备？为什么他会清楚在基地的行走路线？为什么他能了如指掌般的清楚基地内的部署？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就被干扰丢失画面等等？对此，联盟将修理好的幸运监控人逮捕起来，将要通过审讯的方法了解他们所不知道的内容，而这便是未来25季中的一部分内容。Hey guys，peace man here， 快去看我的频道。距离77集全集版过去了11天，但25季目前还没有发布。就在凌晨，系列发布了一则书版短片，跟之前一样，是未来25季中的一段新片段，其中让我们看到了时隔久远的幸运监控人，他被铐住并加以审讯。联盟由此得知了神秘人的真实存在，众人眉头紧锁，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请带着这些内容与我一起重新回顾这段片段，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看前简介，视频内容难保有属于过度解读猜测，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在正式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让我们将视角重新回到过去。幸运监控人，他与其他普通监控人并无二致，但其有着红色内纱且多个情节表示了他的特殊。这是个具有剧情推动作用的角色，或目睹或引导了许多的重要时刻。细枝末节的就不再深究了，最具代表的便是进入阿尔法3基地的转折点。他引导联盟小队成功完成斩首行动，剔除了对联盟颇具威胁的老嘚儿。但某种意义上，这次的任务并不算很成功，因为与之一起的小队成员悉数下线，独剩下了幸运监控人。按照流程来看，其中并无疑点，疑点就出在其所持的设备。联盟表示这啥玩意儿啊，我咋不记得有这个东西啊？于是侦探监控在目睹了先头小队双赛监控的下线后，对其产生了质疑：明明都嘎了，咋又能站起来了呢？查，必须得查。于是，在回到基地维修后，便在第一时间将其铐住带走审讯。这是24集的新片段内容。现在来看，感觉过去了好久，而审讯内容则放在了未来的25季。一开始就是熟悉的雪花闪烁，这代表着又是套娃视角，但时间上是没有问题的，待会就可以看到。我们先看下这段片段，再结合来说。This device is my personal master key. It opens every door, grants access to any computer inside. I can't do a lot from here, but I'm sure your army can handle this. Good luck.由此可见，电脑中的画面是由幸运监控人传输的。神秘人将设备递给了派尔者，从袖子颜色来看，派尔者正是幸运监控人，随后开始与之交流。从他的口中可以得知，这个设备是神秘人的万能钥匙，它可以打开任何一扇门，能访问里面的任何一台电脑或者说电子计算机。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使用电脑的画面，看到的是调用摄像头反馈到平板和形形色色的门禁计算机以及禁用炮塔等，这些东西应该是由一个局域网控制，组成了一个内部控制网络，而这东西有权限访问并操控所有的东西吧，所以神秘人的身份在战争之前肯定与这个东西密不可分，就跟这个海报一样。当然有些奇怪啊，当神秘人说到电脑时，他的双眼绿光变亮，同时字幕变得很大。我觉得这两个单词应该不用单独放，难不成在暗示什么？提到电脑能想到什么？能完成更精密的系统工作，靠着复杂的数字和逻辑计算，设定特定的程序，高效自动处理海量信息，同时还具有存储记忆的功能。放在这里应该是指刚才提到的那些东西。除此之外，还能想到的是电脑人。虽然现在的阵营感觉差不多够了，但也不失为一个破局的点。全球各地遭到天文入侵，藏匿暗处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出来。当然这个话题讨论过就不展开了。在之前未来中也表示过，电脑阵营可能有，但也可能没有。
不过能出现的话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随后神秘人表示自己无法再做的更多，但他相信剩下的可以交给幸运监控人的盟友处理。话说完，雪花闪烁回到审讯室，这个过程看起来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在22季中已经得知了赋予这个设备的是神秘人，情节上这个点是对上的，但对不上的是画面。2次交给拍摄者设备时画面不一致，且说的台词也完全不一样。在22季中，拍摄者靠近神秘人时交给拍摄者设备，随后说的是 You know what to do， 便很快消失了。但在这里画面与实际不符，就不得不对这部分的内容的真实性产生质疑了。你说这部分内容会不会是经过篡改的呢？因为神秘人具有的能力，他能完成许多不符合常理的事情，篡改画面数据8成也不在话下，所以这画面可能是神秘人想要我们看到的，而不是实际发生的。那么为了给我们带这个画面，神秘人让已经下线的幸运监控又立了起来，并让其回去继续实施计划。躺平是不可能的，还是要继续打工。所以幸运监控被审讯也在神秘人的意料之中，不然也不用改这一手了。他肯定是想要传递某种信息。换位想想，假如你是某个联盟成员，你第一次看到神秘人，你作何感想？首先你会惊讶，惊讶的是还有人类幸存；其次是对他的立场有所疑问，这究竟是利于联盟的人，还是不利于联盟的人？最后便是这个人说的话，给的东西到底可信不可信？他代表谁或者哪一方、什么派系等等。总体来看是有益联盟的。就赋予设备方面上算是帮助了联盟，不过注意，这时候的时间线肯定不在22到24季，而是在25季，也就是说要用现在的视角去看，这时候的联盟已经遭受重创，监控的泰坦下落不明。如果在当时得知的话，说不定不会质疑，但现在他们见到了太多的新东西、新技术等，还有天文以及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对于这个又是新的人物，他们不得不去思考和证实更多，所以没有摘到幸运监控人的靠着，算是不了了之了。身边的计划还要施展，属于幸运监控人的故事肯定还不会止步于此。对于这个从70集以来只出现在季版的角色，难不成要等到下个季版？也可能是多虑了，兴许还有更多信息，不排除是之前季版的这个片段成了废案的可能。之前问答提到过关于废案的话题，就像77集速版在全集版中有所改动一样，改了那之前的，自然就成了废案。而这种片段应该仅是25季的一部分，所以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接着看，在投屏回来后，可以看到有一台电脑通过机械臂，应该是数据线连接着幸运监控，这算是证实了之前提出的猜测，果真有数据线这种东西。在桌子上还有几份图片，分别是幸运监控开门时的照片以及一张阿法山基地的海报。另外左右两侧还有某种文件，实在看不清就不过多猜测了，可能是记录什么的。幸运监控指向平板的画面时做出了几个手势，仿佛在表示你看我说没问题吧，这是个好人，快给我解开。拍者表示 no。侦探监控对望一下，似乎事情在他的心中还不能下定论。抛开神秘人，对他来说可能仍然还有疑点没有得到答案，比如缺失的画面、原地复活什么的，这些对他讲肯定是匪夷所思的，超出了对科技的理解。而所得知的内容又仅是冰山一角，还是只是想要他们看到的。加之幸运监控没有彻底抖出所有事情，所以再给侦探监控点时间，可能未来的关键点依然还在幸运监控身上。很快基地响起了声音，侦探监控让拍摄者盯着幸运监控，便自己离开了。在离开时可以看到门外有着监控人正在推送一个似乎是天文样本的东西，有着一根显著的炮管，算是表示了这部分的内容发生在天文入侵战之后，是实时的而不是套中套视角吧，就是难以判定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无论如何他们也会去研究天文样本，增强自身的力量。随后视角转回，片段结束，之前的一些预告除了恶搞外基本是片段中的信息，这些内容形式与77集一样，碎片化的信息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使得就算发了很多预告也不会影响出片后的观感。最精彩的往往是串联起来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这无疑是棒棒哒。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我是 P8，我们下个视频再见。